想象一下，一位留学生口袋只有$200踏上美国土地，10余年后却成功累积了1000万美元的资产，这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但《会走路的钱》一书的作者贝坂 Bay Family 用亲身经历证明，普通人也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奇迹。本书自出版后，迅速登上美国亚马逊商业理财类畅销排行榜，更被许多读者盛赞为最实用、最有价值、足以改变人生的理财书。究竟这本书有何独到之处，能够让无数人奉为理财圣经？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索会走路的钱的核心观念和具体内容，一起发掘其中蕴含的致富秘诀与人生启示。会走路的钱是由网名贝坂的作者所写的一本理财书。贝坂出生于中国，1997年赴美留学，取得工程学博士学位。2006年，他在知名的网络投资论坛上公开提出了自己的雄心目标：普通家庭10年内累积1000万美元的理财计划。这个大胆的计划一公布，便引发热烈讨论。当时不少人觉得这目标近乎疯狂，但贝坂用行动证明，只要方法对路，普通家庭也可以达成看似遥不可及的财富里程碑。为了增进自己的财务知识，以实现目标，贝坂进一步攻读 MBA， 毕业后进入美国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担任分析师。几年后，他离开华尔街自行创业，这让他拥有更灵活的时间和精力来专注投资布局，同时持续在网络分享自己的理财心得。有趣的是，贝坂为了督促自己达成目标，还选择将这个10年千万计划公开在论坛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感受到一种自我鞭策的压力，这反而更坚定了他朝目标前进的决心。他相信，当一个人决心要成就一件事时，连上帝都会来帮忙。公开自己的理财目标，正是他向自己和外界许下的承诺，也成为他奋斗路上的强大推力。贝坂后来更担任了该投资论坛的版主，定期分享投资心得并解答网友疑问。这种与社群互动的方式不仅为他聚集了人脉资源，也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新想法，让他持续扩展视野，优化策略。贝坂初到美国时身无长物，仅有$200傍身。然而，凭借着明确的理财目标和坚持不懈的行动，他在11年多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0万美元资产的目标。他的成功并非侥幸暴富，而是一步一脚印累积而成。因此，他将这10余年的财富成长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形成了这本兼具故事性与实用性的著作。全书采用计时的笔法，按照资产从0到1000万美元逐步成长的阶段来展开。例如，从0到1万美元时，他描述了自己家庭背景和求学期间如何积蓄第一笔财富；从1万到10万美元时，着重介绍他初入职场如何安排开支、存钱，并购买了第一套房产。10万到100万美元的阶段，他实现了通俗所说的美国梦。最后从100万到1000万美元，他详细记录了如何把握住几次重大投资机遇，让资产在10年内翻了10倍以上。这种清晰的阶段划分，让读者得以身临其境地见证一个普通人如何将资产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全书真实呈现了作者每一阶段的理财决策、投资交易细节以及心理历程，其中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坦诚记录了许多失败的教训，让读者能从中吸取宝贵的智慧。这种真实、接地气的叙事风格，使得本书特别实用，也难怪会被许多人奉为理财路上的指南针。值得一提的是，贝坂也发现许多人虽然生活中处处为钱奔波，却往往羞于谈钱、学钱，导致财务知识非常贫乏。大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理财教育，父母也很少教导子女如何管理金钱。因此，他希望通过分享自身的故事来打破这种沉默，帮助更多人正视金钱的重要，系统的学习理财之道，提升自己的财务智商。贝坂的致富旅程从最朴素的美德开始，那就是节俭。正因为曾经穷过，他深知储蓄每一块钱的重要性。他自幼成长在一个家境普通的家庭，耳濡目染父母勤俭持家的作风，从小便养成珍惜金钱、不浪费的价值观。在求学期间，他省吃俭用，把有限的奖学金精打细算。踏入职场后，即便收入增加，他依然维持着勤俭的生活作风。
每月坚持存下约1/3的收入。书中强调，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存下至少1/3的薪水。想想看，社会上那些收入比你少30%的人，生活品质并不一定比你差，所以这部分钱你完全可以存起来。例如，假设你月薪3万元，不妨每月强制存下1万元，别小看这1万元，长年累月之下，它将为你滚出惊人的雪球。而且那些拿2万元月薪生活的人，日子也过得去。这说明少花掉1/3收入并不会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却能大幅提升你未来的财务安全感。背板就是用这种强制储蓄的方式，为自己累积了宝贵的第一桶金。靠着每月持续的存钱和稳健投资，背板在工作短短6年间，就将资产从0增至了100万美元，成功买下人生中的第一栋房产，跻身美国中产阶级，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当时美国社会对中产家庭的典型描述是，拥有一栋带庭院的房子，稳定的工作，2个孩子和1只狗，银行账户里有存款，投资组合里有股票，假日可以与家人休闲度假。背板凭借勤俭和努力，踏踏实实地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他在财富累积初期还经历了2年前后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尽管当时读书期间收入微薄，他依然安全度过难关，顺利在低迷的就业市场合格毕业，并找到不错的工作。毕业时，他没有背负任何助学贷款，甚至还有一些积蓄，这都要归功于节俭自律和良好的风险意识。在这些经历中，他愈发坚信，财富的第一步始于节制开支，量入为出。有了对支出的严格控制和充足储蓄，才能谈得上后续的投资累积。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梦实现后，理财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光靠存钱已不足以让财富大幅成长，人们需要开始思考多元的投资配置。在硅谷工作的专业人士甚至要考虑挑选哪些公司就职才能获得股票期权。拿到股票后，还得烦恼何时卖出才最划算。财务问题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背板通过自身体会到，想要持续扩大财富版图，就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对新的复杂挑战，长期坚持节俭与投资，让背板体悟到一个重要道理：钱要替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奔波。过去的前辈常说，人有2只脚，钱有4只脚，意思是金钱运转的速度远胜于人力。只要善用理财工具，让资金滚动增值，你每省下1块钱，未来都有机会为你创造出数倍的回报。在财富自由之前，勤俭节约的每一笔钱都弥足珍贵，因为它们是你日后滚雪球的本钱。一旦养成节俭储蓄的习惯并持之以恒，你就为自己的财务未来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正如书中所说，懂得赚年轻人的钱，钱就会自动走到你的口袋。这句话点出了作者自创理论的精髓，也就是会走路的钱理论。简单来说，钱并非静止不动的，它总是在不同的地方流动、增值或贬值。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些正在四处走路的钱，趁它们移动时，提前伸手捕捉，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背板形象的比喻，就像钱长了脚一样，到处乱跑。如果你只是把钱死存着，它也可能因通货膨胀等因素偷偷溜走。与其让金钱闲置贬值，不如主动出击，去寻找那种别人还没注意到正在快速流动的钱潮，然后抢先卡位布局。那么该瞄准哪些方向去找会走路的钱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瞄准年轻人的未来需求，也就是俗称赚年轻人的钱。年轻世代代表着未来的新兴消费力和财富增长点。现在许多还没钱的年轻人，若干年后很可能成为市场上的有钱人。你要做的就是提前布局在他们未来需要的产品或资产上。等到这群人成长起来，掀起消费投资热潮，你早期低价买入的布局就会随之大幅升值。背板正是依循这一理念，才做出了书中提到的几个重大投资决策。例如，他预见21世纪初中国年轻一代收入暴增，会带动房地产价格飙涨，因此抢在房市起飞的前期投入中国房地产。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在短短10多年里翻了数番，背板早早买下的房产价值也水涨船高，为他带来了巨额的资本利得。又例如，他观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硅谷湾区的科技产业并没有沉寂太久，
年轻的工程师们很快卷土重来，房价虽一度腰斩，但贝板认为这只是恐慌造成的短期低估，于是在低点勇敢买进湾区的房产。随着科技业复苏，大批高薪年轻人才涌入，湾区地产不仅恢复元气，价格更创新高，贝板也因此享受到了资产价值暴涨的果实。再如比特币等新兴数字货币在2016年前后还属于小众投资，很多人对此将信将疑，甚至视为笑谈。但贝板注意到许多聪明的年轻投资者对此趋之若鹜，他判断其中蕴含着新时代金钱流动的方向，于是拿出一小部分资金布局比特币。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随后数年比特币价格扶摇直上，在2017年至2021年经历了几波疯狂飙涨，累计涨幅达数十倍，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些投资案例都是钱往哪里走，就提前在哪里布局的典型实践，也充分验证了作者理论的威力。同时，贝板也提醒读者，千万别一头撞进传统富人的竞技场去与之竞争。换言之，永远不要和 old money 既有的庞大旧资本硬拼，而要跟着 new money 新崛起的年轻财富力量的方向走。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不断留意那些由新兴趋势带来的资金流向，并且比别人早一步行动。纵观各种市场，大钱往往在旧的领域已经占据优势，而新的机会则潜藏在未被发现的新领域。这正是会走路的钱理论带给我们的启发。用洞察力捕捉时代浪潮中的钱脉，顺势而为，让自己的财富搭上潮流的快车。为了把握移动中的金钱，书中提出了2种执行策略，适合不同特质的人：懒人理财法与勤快人理财法。所谓懒人，并不是贬义，而是指那些没有时间或兴趣每天研究市场的人，而勤快人则是愿意投入精力主动寻找机会的人。贝板建议读者应根据自己的个性与专长，选择适合的理财策略，在对的场域用对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同时，他也强调2种方法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重点在于契合自身情况。懒人理财法适合大多数忙碌的上班族或对投资不那么热衷的人，其核心做法是简单、规律的投资，特别是定期定额买入覆盖广泛市场的指数型基金 ETF。这种方法不需要花太多心思挑选个股或判断时机，只要长期坚持，就能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以美国股市为例，长期平均年化报酬率大约有 10% 左右，这意味着资产约每7年便可翻1倍，复利的力量非常惊人。假设你在30岁时一次性投入100万元于追踪标准普尔500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基金上，若能取得约每年 12% 的报酬率，那么你的资金大约每6年就会加倍。如此计算，到了54岁时，这笔原始的100万可能滚雪球般成长为1600万元。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你还会持续追加新的储蓄投入。有了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双重助力，资产增长的速度将更为可观。因此，通过懒人投资法，让金钱自己去工作，长期下来，几乎人人都有机会达成财务自由。勤快人理财法则适合那些愿意主动研究、发掘市场不合理性的人。这种方法需要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但潜在的回报也更高。勤快型投资者会关注那些相对低估或不被主流注意的标的，并积极出击，从中寻找价值洼地。例如，不少勤奋的投资者青睐房地产投资，原因就在于房市存在地域性差异和信息不对称等非效率特质，可以通过认真调查和动手经营来获利。使用银行低利率贷款杠杆买房就是典型策略之一。只要看准地点，以较小的头期款撬动价值较高的房产，再利用租金收入支付贷款，等待房价上涨，就能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当然，这要求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有深入了解，懂得挑选未来有增值潜力的物件，例如那些即将进入市深化阶段的社区。一旦发现某个老旧社区开始有中产阶级人口迁入，治安和环境改善的迹象，就意味着该区房价可能不久后会大幅上涨。除此之外，勤快型的理财方式还包括发掘新兴产业机会，
提前布局具备成长性的股票，甚至参与创业投资等。由于这些领域信息不透明，变化快，如果你肯投入研究并承担较高风险，就有机会取得远超市场平均的收益。需要注意的是，勤快人策略虽可能带来更高报酬，也潜藏着更高的风险。一旦误判形势，积极出击反而可能造成损失。因此，选择何种策略前，要充分评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总的来说，背板强调，在高度有效率的市场，例如大型蓝筹股票市场，普通人难以击败专业机构，与其费神博弈，不如采用懒人法稳健致富。但在相对低效率的市场，例如特定地区房产或新兴尚未成熟的市场，就可以运用勤快人的技巧去跑赢大盘。关键在于了解自己属于哪种类型，并在适合自己的跑道上竞跑。只要选对了方法并持续努力，财富增长的速度就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尽管每月存钱投资能让财富稳步增长，但真正让贝板在11年间迅速实现1000万美元目标的，还有几次关键的致富机遇。书中详细分享了他抓住的3次重大投资良机。中国房地产热潮大约在本世纪初，中国经济高速起飞，年轻人的收入和城市化住房需求猛增，房地产市场进入黄金时代。贝板敏锐地察觉到这股趋势，早早在中国房市布局，购买了当时价值相对低廉的房产。随着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连年暴涨，他的投资也获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成长，奠定了财富迅速累积的基石。美国湾区抄底。2008年前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一片恐慌，房价大幅跳水，其中硅谷湾区原本房价高昂，但也在短时间内大幅下挫。贝板并未被悲观情绪吓倒，反而视之为千载难逢的捡便宜机会。他在金融风暴期间低价买进了加州湾区的房产。随着几年后科技业复苏，大量年轻高收入的科技人才涌入，湾区地产不仅恢复元气，价格更创新高。贝板也因此享受到了资产价值暴涨的果实。布局比特币。2016年时，加密货币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新奇事物，但年轻族群中已经有不少先行者开始投入。贝板注意到很多聪明的年轻投资者都在关注比特币，他判断其中蕴含着新世代资金流向的可能趋势，于是拿出一小部分资金提前布局比特币。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随后数年比特币价格扶摇直上，在2017年至2021年几波行情中，比特币价值暴涨了数十倍，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除了上述3大机遇之外，贝板在整个理财过程中也没有忽视稳健经营。他持续利用退休账户投资指数型基金和科技龙头股票，作为资产稳步增值的压舱石。因此，当绝佳机会出现时，他手头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资金可以调度，加上对趋势的深刻理解与判断力，才能够果断的大笔压注而获利丰硕。贝板的经历印证了一句老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每隔几年，经济环境或市场潮流总会出现一次能让人翻身致富的大浪，但多数人要么看不清趋势，要么畏惧行动，结果白白错失良机。而贝板始终密切关注世界各个角落的变化，提前做好知识和资金的准备，因此当机遇来临时，才能眼明手快地把握住。在他看来，普通人虽无法精确预测未来，但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准备，让自己随时处在一个迎接机遇的最佳状态。如此一来，一旦出现类似中国房市、金融危机抄底或比特币这样难得的良机，你就能勇敢地抓住它，让财富实现跨越式增长。当然，贝板在追逐财富的路上也并非每次都押注正确，他也曾遇过投资失利的挫折，亏过钱，走过弯路。但每一次的错误和损失，他都仔细分析原因，汲取教训，努力不让相同的失误重演。这种不断修正和学习的态度，同样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理财之路进入了财富自由的新阶段。对大多数人而言，财富自由的意义远不只是有花不完的钱，而是拥有选择人生的自由。正如作者所说，驱使他努力投资致富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提早掌控自己的人生选择权。传统观念里，
投资理财往往被视为为了退休做准备。然而，背板颠覆了这种思维，人生不该等到遥远的退休后才开始。通过投资累积财富，我们可以把自由的起点大大提前，在壮年时就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当不再为金钱烦恼时，一个人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有时间投入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例如，有人选择财务自由后提早退休，投身公益，或者转行从事一直梦想的创业计划。因为金钱不再是束缚，因此在背板看来，实现财富自由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反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它让你可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活出更高品质的人生。2018年左右，背板成功地将资产从当初的200美元增至1000万美元，如愿达成了他10几年前立下的雄心壮志。然而有趣的是，达标后的他并没有就此停止投资，或提早退休去过安逸的生活。相反地，他又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挑战1亿美元资产俱乐部。很多人或许会疑惑，既然已经财富自由，为何还要继续这么拼？作者的回答耐人寻味，持续投资并非因为贪婪，而是出于对投资本身的热爱与好奇。背板坦言，他原本曾承诺过自己，一旦达到1000万美元就见好就收，将财富全部转为稳健的指数基金，从此不再费神操盘。然而当这一目标真的达成后，他却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积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原因并不是他想要更多的金钱，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够花用的财富其实有限，而是因为他觉得投资这件事本身太有趣、太精彩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往往平淡无奇，如果放弃了这些令他兴奋的财富冒险，反而辜负了生命的精彩。于是他把投资当作一场开放式的探索游戏，想看看一个普通家庭在投资理财上究竟可以走多远，把自己的极限推到哪里。他也强调，不会为了冲击更高的财富目标就不顾风险胡来，如果最终无法实现1亿美元的目标也无妨，拥有当下幸福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除了对待投资的态度，背板在书中也分享了他关于金钱与人生的价值观。首先，他提醒大家不要误以为他的生活只有钱。他说，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他写这本书聚焦于和钱有关的故事和经历，是为了传达理财观念，并不代表他的人生只有金钱。他的生命中同样有事业、爱情、家庭、友情和自我成长等诸多重要的面向。而正因为他将这些生活重心都照顾好了，才能更加从容地让金钱替自己服务，而非成为金钱的奴隶。背板也特别强调，人生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条件和梦想，因此没必要也无法完全复制他人的致富道路。与其一味模仿别人的做法，不如吸收其背后的原则，然后结合自身情况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传统文化中，谈论金钱常被视为禁忌，但背板认为，我们越早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就越能避免被错误观念所误导。他通过公开谈论金钱和财富的故事，鼓励大家勇敢地学习财商，因为当你懂得驾驭金钱，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人生。最后，背板怀着感恩的心完成了这本书，他感谢一路走来在网络论坛上支持他的众多网友们，正是大家的鼓励和建言让他坚持不懈，不断精进。他期望将这些年的经验结晶回馈给社群，帮助更多有志财务自主的人提升财商，实现各自的梦想。读完上述内容，你可能已经对理财之道充满干劲，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背板也在书中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行动指引，帮助读者把理财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如果你也想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会走路的钱，不妨参考以下这些实用策略：了解自己，清楚认识自己的专长与弱点，明确财务目标和风险偏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牢记以下5项原则，提高个人信用记录，信用良好才能在贷款时享受低利率，避免负债型消费，不为享乐提前借钱，不购买全新车辆，新车折旧快，买二手车更划算，减少无谓的日常开支，精简生活开销，少买不需要的东西，勤于锻炼，保持健康体魄，保持健康可节省巨额医疗费用。
这些看似简单的原则能帮助你远离常见的财务陷阱，筑牢财务根基，保持勤俭本色，以审慎节约为荣。不要因虚荣心而铺张浪费，更不用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比较，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财务实力上，而非追逐表面的体面。勿预支未来金钱，不要透支信用卡来消费未来的收入。信用卡债务是掏空个人财富的黑洞，要尽量远离。除了购买房屋这类必要且具增值潜力的贷款外，应尽可能避免一切非必要的借贷。定期自我检视，经常检查自己是否确实遵守了上述各项理财原则。通过持续的纪律检视，确保自己没有偏离正轨。如果发现某方面有所松懈，立即调整并回到正确轨道，养成主动管理财务的习惯，打造自动赚钱机器，学习运用金融杠杆，让金钱自动替你工作。例如，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投资房产，通过收取租金获得稳定现金流，或者投资会定期配息的股票或基金，让你的投资组合持续产出被动收入。当你的资产配置能自行不断增值并带来现金流，你离财务自由就更进一步。以上每一条看似平凡简单，但真正执行起来需要极大的毅力与自律。背板的故事告诉我们，财富并非一夜之间从天而降，而是点滴累积和正确选择的结果。不同于那些专讲华尔街精英或科技新贵故事的财经书籍，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平凡上班族，因此格外具有亲和力和参考价值。值得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教你一夜致富的投机指南，而是一步一脚印累积长远财富的人生课程。难怪不少人把这本书奉为理财必读的圣经，声称它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金钱观与人生走向。许多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表示大受启发，开始依照书中的建议记账、存钱、投资。数年下来，财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理财之道贵在知行合一，有了正确理念，更要靠果敢的行动去实践。背板的经历正是最好的例证。只要理念正确，执行有力，理财的确有改变人生的力量。总而言之，会走路的钱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理财观念与真人实证结合，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套致富的方法，更是一种积极睿智的金钱观。书中满满的真知灼见，读来犹如好友，倾囊相授，既生动有趣，又发人深省。它启发我们，财富自由其实并不遥远，只要你愿意从现在开始改变习惯，善用这些观念并持之以恒，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的钱动起来，为自己开创更自由丰盛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从今日起付诸行动，把钱变成会走路的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骄傲地分享属于自己的财富故事，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你准备好让你的钱开始走路了吗？毕竟不理财的人，财也不会理你。记住，财富之路始于足下，现在就踏出第一步，你的未来一定会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赶快行动起来吧。